阿瑶一看到这块就说啊，这个有问题。如果他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哦。我今天才发现我之前是错的。等一下会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直接后切下去。暴力的切法，我们比较残忍啊，感觉在乌鱼子的海内游泳。各位观众，今年你家年夜饭就是要有这一道。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过年快要到了，最近应该很多人开始要买乌鱼子了吧？但是乌鱼子有这么多种，你真的知道该怎么选购吗？你又有哪些乌鱼子的迷思呢？今天就要来帮大家上一堂乌鱼子课，而且我们还会现场烤给大家看，教大家怎么吃哦。还有，今年我们美食家选物帮大家准备了一个乌鱼子大赏，挑选了我们觉得品质好、有特色的乌鱼子产品，会在节目的最后一起跟大家做介绍哦。那今天帮我们上课的老师呢，则是有供货给米其林餐厅的乌鱼子达人，同时也是主厨的阿瑶林静瑶，让我们欢迎阿瑶。Hello， 我是李贺大酒家的阿瑶，好久不见。阿瑶，我一直很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比较就有伤害。来，今天我们面前有2块乌鱼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店头看到，其实真的看起来差不多哎。其实差很多。我们看到的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色泽、形状，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了。那这个是养殖的，那这个是野生的。哦，你怎么看出来一个是养殖的，一个是野生的？原则上，如果我们是野生的乌鱼子的话，它有几个特色哦。它的形状可能没有办法像养殖的乌鱼子那么浑圆。第二个重点是，有时候我们在后面，刚好今天这片没有了哦。后面这边的有时候因为捕捞的过程当中，我们鱼会挣扎，胆囊会破掉。有时候你稍微看一下，这边会有一个蓝色或是有点暗绿色的那个胆汁破掉的一小格黑点。哦，对，那这边难免都会有一些血丝，因为养殖的鱼卵它在捕捞过程当中，它会先放电击晕之后放血，所以它这边一定会比较干净一点。哦，对，然后胆汁也比较不容易破掉。所以看到黑色的线啊，或是有点点，其实不是不好的意思。它是野生的一个特色。哦，对 ，OK。再来，我们还能怎么判断一块乌鱼子好不好？好不好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几个重点哦。那第一，我们除了色泽以外，第二个是我们会稍微轻轻压一下它的扎实度哦，你可以试试看。传统的乌鱼子，因为早期没有真空袋哦，冷冻设备也比较不足，所以会晒得比较干、比较咸、比较硬。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在于中餐师傅他们早期在做头盘的时候，他们要切片，所以如果你今天晒得不够的时候，鱼卵切下去是会碎掉的，对，而且会粘刀哦，这对中餐师傅来不及格。那再来就是说，在挑选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生的鱼卵它原始是11两，但是有的晒得不够干的时候，它可能晒出来只有8两。但是如果我们要风味足一点的话，其实它的技术很重要。再来就是时间，它最少都要有6到12天，因为其实乌鱼子它是看天吃饭的。对。所以回到我们判断乌鱼子的时候，在压的时候是，其实它不能太软，对不对？有些人喜欢溏心没有错，但是其实软过头不大好。其实像我这一块，我就觉得偏软，明显的蛮软的，所以就是按压的下去。你会发现很多的乌鱼子现在普遍都是直接放在冷冻库，就一拿出来，怎么跟生鲜的鱼卵有点像？怎么轻轻一压它就凹下去？那其实坦白讲，晒得不够的时候，第一风味出不来，第二是有一点偷工减料啦。对，它会有点偷工减料。对。那像这一块其实就真的比较按不下去，比较硬。对，但是它还是会有溏心感。对。那我们在品尝过程当中，其实头尾段跟中段的风味也都会不一样。但我想先问一下颜色的问题，你看这一块它就比较亮啊，然后比较偏橘，这一块颜色比较深，有什么不同？其实重点来了哦，这块是养殖的，颜色一定会比较浅一点。再来就是说它有放血，那这个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它是机器风干的。
那机器风干它的好处是在于它的风味一致的，而且均匀。对。但是像这个的话，它是全程纯日晒的，它的颜色一定会稍微比较偏深，再来就是鱼卵的熟度也会比较熟。那鱼卵的熟度熟的时候，它风味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野生的乌鱼子，它的魅力在于说，因为它在海里每一条鱼的肥美度不一样，所以每一片的鱼卵风味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差异性。刚刚录影之前，阿瑶一看到这一块就说啊，这个有问题。你可以告诉我们它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在鱼卵的部分当中啊，如果它在抽真空旁边渗出很多的油脂，其实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哦。第一，它可能晒得不够；第二是它在补膜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做得太过于精细。对，那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大家常常会有一个迷思是在于说，乌鱼子是干货，其实错的哦。其实它是新鲜食材，它就有点像一叶干一样。那如果说它像一叶干一样，其实它不善于长期性的保存，冷冻我建议1年以内，最完美的期限是半年。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再比较一下这2块乌鱼子，一块它比较浑圆，然后一块比较细长一点，这个是野生的，对，不规则。那通常比较浑圆的呢，可能就是养殖的，对，然后颜色也会比较浅，然后比较不规则细长的鱼卵，然后颜色深一点点的，而且后面还会有这样子的血丝，微微的哦。然后或是有黑点的话呢，通常比较会是野生的，对，然后还要注意有没有泛油的情况。那但是泛油这一点，我想再补充问一题，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补膜，是对，什么叫做补膜？因为鱼卵它本身外面的薄膜是非常软的，那它在分切的时候，有时候难免抓起来的时候鱼卵会有破损，所以阿桑他们就会用猪肠膜把它补起来，以防破掉。那很搞刚哎。对，那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干货店，它把乌鱼子放在常温在贩售。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冬天1、2天、2、3天还好，但是毕竟我刚刚有强调，它真的不是干货，它是会氧化的。那我们就一个逻辑，如果它的油都会渗出来的时候，它会自然氧化，就会有什么油耗味。油耗味，对。好的，所以我们从外观看颜色，然后还要摸它的软硬程度，接下来应该要闻一下它的味道。气味很重要。好，我们现在要来打开这2块乌鱼子，闻一下它的味道哦。其实是一股很熟悉的腥味，常常乌鱼子都会有这种。然后你闻一下。OK， 我大概的。其实机器风干的味道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对，它里面会很浓郁，因为我有进去过那个风干室。对对对，就是里面都是这种，所以它满满的每一片起来的均匀度就是这个味道。对。但是它真的是有一种大海的腥味的。对，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是纯日晒的。纯日晒的话，它的气味会比较不一样。好，应该会比较干，不会整只手都是。对，真的，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泛油，然后它真的闻得到一种鲜咸的味道，就是很香。其实它在曝晒过程当中，它也会自然的发酵。对，甚至有一点点像起司的感觉。OK， 对，不大一样。对，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浓缩，又比较没有闷在厚实，对，厚实，然后不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对。所以就是还是风干的方法不同，还是有差别。有差别，它的气味跟整体的，其实吃起来它的在口腔留下来的浓郁度会很明显。是。对，那当然，一般大家在选购乌鱼子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现场打开来啦，就可以依照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方法。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闻到气味的话，其实蛮明显的。那关于怎么烤乌鱼子，其实众说纷纭啊，在前置作业就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要不要去膜啦，怎么泡酒啊，还有你到底是要用烤的还是要用煎的，煎的时候要不要放油，各种不同的做法。我们的专业来说是一定要去膜，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膜的话，你直接烤是烤到外面的膜，其实它乌鱼子本身炙烧过后的气味是出不来的。
而且烤下去之后，你烤膜的时候，它的香气其实是有一个有点好像塑胶味的感觉。哦，对。但是你如果是去完膜之后，你会发现它烤起来会有点比那种鱼卵的油脂会一直在蒸发。那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是去完膜之后再泡高粱，但是高粱不是很多去浸泡，你会吃了像烧酒乌鱼子的概念哦。那我会建议就是薄薄的刷一层，薄薄的让它微微的吸收，多一个气味就好了。然后烤其实也有讲究，对不对？或者是烤的话，其实有几个方式哦。其实我们可以大家常见的用喷枪，或是在瓦斯炉。但是我们有这2个做法，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要用最底端的红火，不是用蓝火在烤，它的火力要够。那千万不要小火慢慢烘烤，到最后你会像在吃乌鱼子粉一样很干很硬。那再来用煎的话，坦白讲也很棒，气味也很棒，但是会很伤锅子。你锅子一定要买西餐那种很厚的锅子，比较不会烧坏。最好是铸铁锅，对，拿来煎牛排那种，其实对。那你一定要烧到很热，有点冒烟，不用加油，要油也可以薄薄的一层就好，不然它会变成用炸的。对，那外面就会比较干，比较硬。对，那火很烈的时候放下去，然后用煎铲压着大概12到15秒，再翻面12到15秒，直接切片就好了。好啊，直接示范给我们看。OK， 教我们怎么做。好，那我们就2片都示范。对，2片我们一定要继续有产生伤害，有伤害，有比较有伤害。OK， 那这个就是野生的鱼卵，我们就轻轻的拆开。那我也同步来处理这一块。好，我差不多剥完了。我们要剥到多干净啊？要像这种那个没关系，这种没有关系，那个没关系，主要是正反面、侧面的大片膜把它去干净就好了。2个膜你可以比较看看哦，你摸摸看是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比较干，然后这个比较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韧，它比较有韧性一点。对不对？真的。而且没那么好剥，真的我觉得它粘得很紧。对，这是野生的，而且它也比较细嫩，所以就是会比较难剥。对。乌鱼子泡酒用什么酒比较好？我们这边有2种酒。其实传统台湾都是用高粱酒，那其实我也蛮建议用，比如说白兰地啊，或者是说波本威士忌，其实都蛮适合的。对，那像高粱酒是阿瑶带来的，然后白兰地是我带来的。我自己其实还蛮常用白兰地或是威士忌这种西方的烈酒。没有问题。其实 XO 啊 VSOP 其实像这种比较陈年一点的气味，其实都还蛮适合的。好，对。那涂酒有方法？其实我们酒的部分，其实像这里，比如说它是2小片，那我们就抓1整片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就这样。1小个瓶盖这样薄薄的就好。我今天才发现我之前是错的，因为我会倒很多，在这个盘子里面，然后让它浸在里面，而且还浸了半个小时。你是不是吃起来会很软，然后有的会垮掉、塌掉？对。但我以为这样子是增加酒香。其实是没错，就变成烧酒乌鱼子。对，其实它只是浅浅的，那膜主要是膜去掉之后，它的风味才有办法吸附，不然的话，你膜没有去掉，其实它只是在表面，那又炙烧完，其实根本没有太大意义。所以你看到现在，有1层光亮哦，这个亮泽是刷上酒，但是没有很多哦，薄薄的就可以了，薄薄的就可以了。对。OK， 那我们如果在家里的瓦斯炉的话，其实我们这就瓦斯炉，我们直接。这样子烤其实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要用上面的红火下去烤，表面就可以。所以不要压太低。不用，因为你的火要够热。已经听到哔哔啵啵的声音。哦，所以它开始冒出巨大的泡泡。对。其实大概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哦，好烫，好烫。不会。然后表面有点焦焦的就好。对，表面就好。那你自己最喜欢的乌鱼子吃法是什么？我们没有在切的。没有在切。
直接我们边泡茶就边剥着吃，真的一整块。就是台北认识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常常就要去喝酒的时候就随身带着一片啊，然后就那我爸爸的做法更狂，有一次我们去海产店，然后他就把这一支喷枪放在他的包包，他就拿起来，然后就直接OK。好哦，那我们今天也要来用喷枪示范一下。假设大家家里有喷枪，现在应该都蛮普及的，很多人在露营。我家没有。真的。OK， 那其实不要压太低，高一点就好，表面就好了。哦，一样就是红火，不要用到蓝火的部分。对对对。哦，迅速。OK。那我们会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一般我们在烤，难免边边会有一些烧焦，我觉得是正常的。那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用刀子轻轻的把它刮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小北百货买一个铜刷哦，小北百货就有了。对 ，OK， 那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刷。哦，你会发现很多。很方便哎，对对对，稍微把胶的稍微刷一下它就起来了。那不要出太大力气。那有的如果乌鱼子它本身晒得不够干，或者是说晒得不够好的话，它可能轻轻一刷就断裂掉了。是，对对对。但是其实刷完呢，再比较两块啊，你会发现，这一块养殖的可能刚刚起泡起得太严重了。是。对，所以它反而表面是有破裂或缺损的状态。对，那乌鱼子呢，其实它就像我们在品尝鱼一样，前中后段的韵味会有点不一样。那因为它在曝晒过程当中，边缘跟头尾一定会比较硬。有些人比较喜欢有咀嚼口感，他比较喜欢吃头尾。OK， 那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要溏心感的话，那我教你一招，你可以把头尾，比如说你吃白饭啊、炒意大利面的时候，你可以用刨的把它刨下去。这一招我学到，真的头尾拿来刨，中间溏心感就是要后切了。对。好，那阿瑶的切法我觉得很棒。对，我们的一口吃全部都是用4两的下去做，然后我们的切法是直接立起来，然后直接大概45度角直接后切下去。这个暴力的切法，我们比较残忍啊，真的残忍暴力。好，可以看一下这个切面。那我们一般人在切乌鱼子，可能不是立起来切，对，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平放，对不对？平放这样切，对。那我们切下去会很明显发现差异性，你会发现一样的切法，但是会有点不一样，其实就不均匀哎。对，那就是会不均匀。试试看。好，那应该先从这一块开始吃。OK， 没问题。好，那我要直接吃这一块。好。我必须说，这就是常常在婚宴啊，或是外面的餐厅有拼盘啊，会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香气，气味会比较不足。那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这个，你吃完你整个在口腔的味道会停留非常非常的久。好，换这个试试看。好，吃一下这块。它就很像发酵的起司一样，对，真的有起司的感觉，超级鲜美，韵味会比较饱满，而且会有点果香味，真的就是感觉在乌鱼子的海里面游泳。那你会发现，像刚刚这个，它稍微一剥，它就有点碎掉，对。那像这个的话，它的整体扎实度是很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米其林餐厅都要用这一款。而且这个只要刨一点点，它的气味就会很足够。其实是，还比较省钱。有没有很想泡茶？没有，我比较想要直接随身携带。可以出去喝酒。所以可以随身携带的乌鱼子有吗？有，我们今天有做一口吃，超厚切。这真的是很罕见的，因为我本人很爱吃一口吃乌鱼子，买过不少家的产品，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厚切，而且呢还有很明显的焦痕。对，而且都有去膜，所以你上面不会看到一层白白的膜，
对，而且口感一定会比较好。真的，而且这个就是用刚刚这个立起来的切法，对，就是然后都有用铜刷刷过。对，它的处理是非常细致的。那我们的一口吃乌鱼子还有一个特殊的吃法，其实也不只是一口吃乌鱼子啦。这次介绍的乌鱼子呢，其实都可以来搭配这个水果软糖一起享用。我们可以把乌鱼子切成大丁。所以就再切一条或是一半对，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或是有宴客的时候，你就可以切成正方形的形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2个一起吃。而且是从斜角串。斜角串，这样看起来比较立体。这样有 pepper 的谢谢。乌鱼子软糖，好好吃哦。可以吧？各位观众，今年你家年夜饭就是要有这一道乌鱼子加水果软糖，好不好？因为这个宴客超棒的。对啊，而且又比较省。真的不是一次一大块那么心痛。对。一口吃乌鱼子其实也是可以直接这样打开来，直接打开就可以吃。对，直接打开来，然后配上这个软糖一起吃。对，那我们的软糖其实有柑橘口味的，然后也有覆盆子口味的都是很适合搭配乌鱼子咸香味道的其实一般人对于乌鱼子有一些迷思，不正确的认识。是。对，阿瑶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比如说，有的人会把乌鱼子放在冷冻库里面放2年、3年、5年。对，因为它并不是像其他鱼干啊什么晒到是整个变干了，没有水分。那其实我们的脱水率一般都会大概落在40% 到45% 左右。那现在很多是只有脱水大概20% 到35% 而已。那我们可想而知，其实如果它脱水率不够的时候，相较它就更容易腐败，所以很多是放在冷冻库。是，你就想它吃海鲜，其实它的味道就会越来越腥所以其实是我都会建议大家半年内把它吃完，最好的完美赏味期限。对，我这边有一块冰了快3年的3年鱼子，对，我当初就觉得它很珍贵，然后就有谣传说好像在里面冰在里面可以熟成之类的，然后就冰到了对现在这个已经快3年了。其实也是可以吃，只是因为你都在冷冻状态，只是说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你在去膜过程当中应该会很容易的碎裂开。对，看一下它的状态，它是野生的，不过它在上面，它在曝晒过程当中其实没有顾好，因为它有膜，有时候在曝晒过程如果湿度太高，然后又热的时候，它这里你会发现色泽是不均匀的。好吧，那我想一下，我今年过年要不要来实验一下？还是可以吃的，还是可以吃，只是可能在风味上会有一些差异性，然后比较容易碎裂。那如果变黑了，坦白讲，我是比较不鼓励。那变黑往往可能就是冰箱的冷度开关，然后导致它氧化。对，是了解。所以变黑似乎是某些人的一种执念，就是有的人去追求整块都是黑的血子。那个血子其实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早期的捕捞海鲜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鱼会过度挣扎，血液会冲到鱼卵里面，那导致有血子的产生。那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其实我们不大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腥味会非常的重。但是因为以前的捕捞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有一年有个店家他就跟记者说：“这个是100年难得一见啊 ，blah blah blah 的。”所以就很多人会很盲目的去追血子。所以血子是比较不好的乌鱼子。以我们专业角度去看是这个样子。是，对，整块都是血，其实味道应该会比较你就去想整块的血加鱼卵是海鲜下去风干的概念。对，对，那因为以前的人说安内卡波，
所以就会。我们现在每天都吃很补啦，不需要这样补啦。对，我们还是吃新鲜好吃的乌鱼子，好不好？对，好，谢谢阿瑶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来，最后我们要来好好的帮阿瑶的乌鱼子宣传一下。那我们今年的话有准备5两跟7两的乌鱼子，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工法非常精细的一口吃，我们经过去膜、烘烤，然后再用铜刷刷过之后，再用刀子把它刮干净之后，再超厚切。那今年我们美食家选物就有卖阿瑶的乌鱼子哦，还有搭配再从红的水果软糖，请大家来选购哦。谢谢阿瑶，谢谢。还有不要走开，我们今年还有其他有趣的乌鱼子商品，包括了熟成乌鱼子，还有裹上焦糖酱的一口吃乌鱼子哦，请大家看到最后哦。欢迎来到美食家选物的乌鱼子大赏。今年我们准备了往年很热卖的 Coastline 辣风熟成乌鱼子 ，Coastline 同时还有萝卜糕啊、冰淇淋啊、威士忌口味一口吃乌鱼子、爆米花的等等的产品哦。当然还有阿瑶的乌鱼子跟水果软糖。那这边还有特殊口味的老饕先生的一口吃乌鱼子、焦糖玛奇朵口味、川味麻辣口味都非常特别哦。欢迎大家到美食家选物来选购哦，谢谢，拜拜。